好的，各位屏幕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下半场我们来看魔方的这款铁闸做的如何。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魔方家的这种2次元的峰会效果。制品方面，全彩印刷说明书，魔方向来比 NA 多一张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同样2个张开的替换手型，同样手腕处多做了一段活动的关节。但不同的配件内容，魔方会带大枪和大宝剑，不像 NA 啊，只带了一个大枪，另外一个是龙形的特效架，所以这可是配件上面的区分了。龙形我们在前半部分 NA 已经看得差不多了，所以整体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包裹的完整度都是非常好的，该有的细节、该有的可动都做得不错。但我要挑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回不是尾巴没有可动不可动的情况，是翻到兔子来。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缝隙，我尝试过，我试着把它捏合，捏不住。它设计就这样，你这多少让人强迫症有点难受了。这个龙肚子下方，先不说胸口的这一块空间没有遮挡起来啊，下边这里这个夹缝儿，这个太讨厌了，很让人难受啊。我想过，它腿其实就和前边的龙设计是一样的，淤泥和钢索都是先转腰再转膝盖。其实在这2段旋转的时候，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做成偏心轴，往里边过渡一下，这2条腿缝子就能夹得更紧密一些了。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缝填起来嘛。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在这个尾巴结合的位置，这里是2个外扩的7形钩，靠这2个外边扩出来的钩子挂在这2个孔里边，然后去夹合腿部。而下方这里因为有一个大缝子，腿中间的这2片呢也没有任何的连接卡扣，所以仅仅靠这2个扣子去固定和脊椎上边的这2块扣子去固定的话，后半个不是很稳固。再有你在插这2个扣子密合的时候啊，这样去夹，本身中间是悬空的，没有支撑，屁股中间窟窿也没有任何的支撑，导致你给一个这样的力的话，尼龙是比较有柔韧性的，很容易就把这个转轴的位置给你顶开了。这里还是个活轴啊，所以这一块操作起来，尤其在变形密合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另外还很容易把这2个小夹角顶进去，搭不到边儿。所以在变形体验操作的过程中，魔方这一块的手感是差很多的。然后咱们来开始直接的变形吧。尾巴这里咱们刚才已经卸开了，顺势把这一块张开，尾巴尖儿 Z 字折叠贴进去。然后来看龙腿后肢的变形，把下方的这个角旋转180度，往下稍微撇一点点的缝隙，让开这里，把这块面板怼进去，怼到头。上边这里会凸出来一个小点儿，也是你在逆变的时候拨着这个小点儿，就很容易把这块面板顶起来了。好，在往里叠放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腿先打开，因为中间这里是有一个活动轴的。打开以后，让出轴的空间，叠进去，再放，也相当于把这个地方锁定住了。来拆龙，龙皮这个地方，巫师擅长的燕尾锁扣揪筋的地方，把这里拨开。前后这里再分开，拨松，后背这里的缝隙拆开，连接着中间脊椎地方有一个插扣。接着把龙腿打开里边的盖子，180度顺着这样横打出来。我们把这个膝盖要稍微的挪一点点出来，腾开空间，下方这里的插扣拨开，连接在这里的地方，然后把这一块旋转，在旋转的过程中。看到没？这儿有一个夹角，让过来，贴进去。然后前方这里我们把膝盖掰开啊，让过这个夹角，把这块折进来。好，脚丫子翻出来，这根部是一个双关节，我们先搓开一道缝隙，哎，腾开。注意这块灰色的边缘90度立起来，接着是后背这块立起来的黄色部分。其实，在记忆玩具里边，这是个脚尖啊，但是呢，也是属于一言不合变大缩小的，所以也用了一个假零件来代替。通过双关节180度翻转贴到这里边，这回扣合盖过来，哎，再把里边按出所有的插扣，钉上，脚踝双关节归位，把
这个边儿记得贴平，你就会发现魔方的这个小腿肚子，各个面来看的话是相当规矩平整的。它不会像 NA 为了藏那个尾巴，这里会多出来一块，所以小腿会显得很宽。再有这块整体的面板贴合在小腿肚子内侧的时候，你甚至发现不了这里边的变形结构，而且这一块缺下来的边也利用一个小的90度翻折立起来之后，整脚面左右在接地的时候完全不影响美观，甚至于为了活动空间，你可以拉出来更大的幅度。而前方这里呢，小腿背面这儿一个斜坡的弧度也还原了出来，外侧这里看呢，只有一条竖直的切线。哎，往紧捏一捏，拼合的也是比较齐的，所以这个小腿的伪装覆盖的程度，我觉得是要比 NA 的那个更加的漂亮一些的。所以魔方这一块的腿部变形，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好玩的，也不取巧，但是做出来它就是好看，很完整啊，一体性也很好。这个时候我们要顺着膝盖的关节扭个180度，哎，这是魔方现在为止出的这些恐龙的一个整体套路啊，就跟之前的战车队成员一样，膝盖都要前后错一下位置。魔方的恐龙目前出到为止都要把膝盖旋转180度，再把腰部旋转180度，也就是大腿换了个面。但注意铁扎大腿的这一节还有一个滑槽，我们可以往里推一下，推到头，缩短它。这么做也是在龙形状态下，魔方要比 NA 的龙形稍微长一点的水滴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腿它这一节有伸缩。好，下半盘我们现在就搞定了。来看上半个的变形，嘴巴这里张开，黑色的零件这个部分是将来插特效件的一个孔位。头盾的位置在根部这里隐藏着燕尾插槽，我们先把下边的这2节打开，往前翻，让出来面部。背后这里就可以往起翘了。脸颊侧面有2个暗处的凹槽，打开它。立起来之后啊，下巴的这半个旋转个180度，贴在这儿。背后这一块掀开的时候，注意在肩膀的位置这里有2个卡槽，在这里定位着。往前拉开，连同脖子下方的这块灰色面板往前的伸，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里边有2处的卡位，下方的燕尾扣子，上方这里的插槽，同时的往外拖出。根据根部的这个双关节翻开它，调开，这里边又会出现一个滑道，尾巴这里拉起来，整个的往下捅过啊，把它提到这个位置。接着往下看肚子里边的这一块空间，我们先把肩膀通过这个双段的蝴蝶关节拉开，腾出位置。这个时候的操作手法，手指头顶在这个洞里边戳它一下。注意看，连同脖子下方灰色的面板，整个的一块包着的壳，哎，脱开，打开。相当于一个大翻盖，龙连肚子带脖子带后背这一大片全部的卷到前面去，哎，就看到了左右的一个炸胸机构，通过根部的双段关节把它扩开，扩胸。这一块是 NA 当时在铁扎的时候，我们说人形做的稍微的肩窄了一点的感觉，魔方就给你做出来了铁扎壮硕的这个倒三角。所以这也是2款区别的很大的地方。这个时候胸口外扩了，这个插槽也挪到了里边，再把这个盖子盖回来的时候，插在中间的这一档里边。前方这里稍加固定，再把胸口的灰色盖子打开，脑袋顺着这里边钻出来。好，背包这个时候中间连着这么长的这个转轴关节，我们就往里捅咕，叠吧进去。把这个尾巴这一坨完全的藏在肚子这个空间里边，进行收纳。注意这边的挡肉位置，然后再根据肩膀后方这里的插孔结合，把这下方的转轴都压平掉，扣子定好，翅膀立起来，根部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旋转关节，我们可以稍微调一调角度。
顺着这一块的切缝线又有一个滑槽，我们往下压一点点，错开这个缝隙，同时把尾巴更好的藏到胸腔里面去。收纳到差不多的时候，注意头盾这个位置下方的这两段，通过根部的双关节，让红色的零件翻转一个角度，再贴合。翅膀腾开，头盾抬起来，下巴抬起来，脑袋立正，旋转个180度，后边的这个往后摆一摆，立好，再盖脑壳。最后是胳膊的处理，这一块的斜坡面三角形的这个前肢，如果说 NA 在这一块是属于一个非常巧妙的大小质量转换，魔方就是直接的简单粗暴，它折了一个三角形对放了进去，顶出来，把这个边儿从三角形又切成了这种方方的形状，打出来这一条里边多段的关节拉出来。所以呢，尼龙啊真的是耍流氓，你看这么细的零件来回扭，啥事儿没有。好，胳膊变完，放好。那么以上就是魔方这款铁渣的变形过程了。来看细节，头部的造型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啊，该有的一些涂装的元素也都能还原到位，而且这个嘟嘟嘴撅起来很倔强的一个表情。头部打开这一块脑壳，360度的旋转，也可以开口的球碗式抬头，脖子放正，归位，肩膀平举没有问题，翅膀往开挪，360度旋转，还挺紧的这个关节。二头肌的旋转，手臂曲肘这里同样设计了两段关节，对折起来幅度还是很大的。手腕左右独立的旋转，肩膀蝴蝶关节这里 NA 做的是整个连同红色的这一圈往外翻，魔方是独立的蝴蝶关节双轴折动，所以它这个幅度会更大。腰部变形需要360度的旋转，弯腰也是在这个深灰色的零件下方这里。裙甲打开，前踢，因为涉及到一个下托式的裙甲，所以它踢到前面135度没有问题。但这个关节就后踢差了些意思，只能踢个10几度。侧踢撩开裙甲，90度没问题，支撑的还挺稳。大腿左右有平转，但这个轴显得有一些松。膝盖折叠90度没有问题，同时变形需要膝盖这一块也能旋转。脚部的接地，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整脚面的变形啊 ，Z 字设计的这一块幅度很大，而且这个脚的完整性是要比 NA 的那个脚的半个接地的效果来得好的。两款人形摆在一起对比一下，真要说到动画里边造型的一个还原度啊，其实还是魔方的这一款要更胜一筹的。人形各个方面的身材比例以及在隐藏程度的完整性上边，这款的人形的完成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头部细节对比 ，NA 因为有上漆，加上一些反光的高亮展示，会显得更加精致。魔方啊，尼龙的发色就感觉乌突突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边的这个背板 ，NA 的下巴这里边是用了白色的涂装面，魔方这里通头的黄色。但仔细看一下。后边的这个灯帽啊 ，NA 是采用的这种更加纤瘦一点的造型，就是会很妙、很秀气的一种内凹式。魔方的灯帽是这种外凸式的，更加的圆润。NA 有一点做得好的在于平角的这个摆放，顶子拉出来以后，角可以打成横180度。魔方的这两个角还是在龙形状态下的，只是外扩旋转一些。这两款的背包其实完整性都是可以的，并不会显得太累赘，完全在恐龙这角色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魔方非常聪明地利用到了胸口这里边的空间，来藏折叠收纳起来更长的那个尾巴，而不是把尾巴收纳在了腿部。所以下来对比，魔方的腿部完整性，不管是从外侧看的这个分件线，还有它整体的一个宽度、厚度。以及腿肚子里边的一个完整性的表现，我觉得在美观程度这一块，魔方还是更胜一筹的。胸口的这些涂装细节分色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但明显感觉到 NA 上了漆以后，亮度方面红绿的点缀都要比魔方要亮上一些。
最大的问题在于胸口宽度的对比。我刚才一直在说 NA 的这个铁闸会让你觉得很秀气，是因为肩窄、腰窄。魔方的这个呢，胯部的宽度明显比 NA 要稍微的宽一些，再加上胸口上方肩部的一个左右 Z 字双伸缩炸胸，就让这一块在龙形的时候缩窄了，人形的时候反而炸宽了。所以魔方在龙形状态下是要比 NA 的龙苗条的，人形又比 NA 的人要壮一些。这个倒三角处理我觉得很喜欢，虽然它这个变形并不是那种很巧妙，不是很好玩的那种，甚至当你变形起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繁琐，但不得不说处理完成以后的这个人形效果是真的棒。NA 的这个吧，你要单拿出来它看的话，其实这个造型来说还是非常好看的，很符合现在一些审美对于机器人的一些观感效果。但你要细抠动画对比还原度的话，我觉得这个壮壮的感觉更加能符合动画片里边铁闸的这么一个人物性格描写。背后翅膀的高度都差不多，而且都有这个转轴可以上下的调整。不同的地方在于魔方翅膀里边是面板的纹理刻画，这块展现出来很漂亮。NA 因为在变形过程中要收纳下方折叠上来的这一块区域，所以它的龙形为了保证这个圆滚滚的程度，里边虽然有一层白漆的涂装面，但是折叠回来这一块以后缺失了挺多的管路细节。侧面对比肩膀上边的黑色涂装区别不大， NA 这个属于是肩膀这一块圆形整面的涂装，魔方是在里边涂了一圈，外边这一圈其实是属于留白操作啊。小腿这里的造型 ，NV 因为设计了一个非常取巧的结构转换的设计啊，所以这个外侧的这一面切割线会显得比较凌乱。魔方简简单单、整整齐齐，其实就一条线。最后是脚丫子，你看从这个角度看，这两款对比就愈发的明显了。后边这一块黄色的尾巴的地方真的会特别抢眼，因为黄色本身是一个张力很强的亮色系嘛，放在这一块很突兀。魔方这里边干干净净的一个面板，纹理的刻画也是非常齐的。因为涉及到变形结构，所以 NA 的脚丫子这里是有分件处理的，导致了它的这个脚尖过渡的会很方正，有棱有角的。脚丫子里边这块变形结构我相当喜欢的地方，但是可惜它这一块因为涉及到变形结构，就无法像魔方的这个造型零件做出来的这么完整性高了，甚至于脚底的这一层鞋底子的平面，魔方只是翻折了一个边缘，就可以让这个鞋底子在正面的角度看起来很整齐。NA 呢，它的鞋底子其实只做到了一半，因为还是要涉及到这个尾巴的收纳。更多的空间给了尾巴的部分。身高方面，两款差不多到头顶都是13公分左右的高度，但是到最高处的龙嘴位置 ，NA 在15公分多一点，魔方在15公分靠下一点，所以整体看起来 NA 的这个个子是要比魔方的稍微高一点点的，大家在屏幕里也能看得出来。但魔方鸡贼的就是它变形的需要，这大长腿可以来回的伸缩。你可以适当的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调整腿的长度，来符合你心目中的这个比例身高。所以做一下最后的总结，魔方的铁闸不论是人形还是龙形，对于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还原度都是要更胜一筹的。就像前几期我们说的，尼龙这个发色的感觉，做动画片里边的机器恐龙形象是非常合适的。NA 两个形象其实兼顾的都还不错，而且质感很高级。如果说它不是说100%抠细节，对比动画片里边还原度来说的话，这款都是非常不错的质感表现。你可以从人形和龙形的各方面细节来横向对比魔方，你都会觉得两款摆在一起，如果用外行人的眼光来看的话，都会觉得这个更贵，对吧？这个质感表现确实很丰富。但如果你是一个对于还原度要求特别高的那种资深动画党，你会对于魔方的这一款体型爱不释手。所以这两家同样做小比例的第三方厂家，对于小比例的玩具要求度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的受众群体、粉丝之间的争吵也是由来已久的，这个是避免不了的。我相信 NA 的粉丝大部分是属于那种变形派的玩家，他们体验的是把玩，享受的是变形的巧妙设计，以及 NA 的做工质感，再加上一些结构的奇思妙想的转换，我真的很佩服 NA 结构师的这个脑洞。对于金刚派的玩家来说
动画里的形象还原度更加的贴合是这款产品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变形的过程，甚至于要求更高的，你要人形和伪装形态都要对动画兼顾的面面俱到。结构复杂一些，我可以考虑，我可以慢慢的去调整，但是你两个形态必须得符合我要求的那个形象。所以我觉得魔方满足的是这个方面的群体。所以透过铁渣这个角色，两家刚好撞车在了一起，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两家厂商对于制作产品的一个定位，以及他们要服务于是哪一个方面的粉丝群体了。NA 更适合把玩党变形派，精致的这种效果以及丰富的游玩体验会让你爱不释手。魔方对于放在柜子里边站尸的这些老玩家们，对于动画片里边抠到每一个细节，要求形态还原度更上一层楼的朋友们，会对魔方的产品更加的青睐。你真要分个孰强孰弱，想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这两家的产品火药味越来越浓吧。但不得不说，这两家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设计的厂商，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鞋舒服不舒服，脚趾头才知道，对吧？想必各位观众看完了之后，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衡量尺度。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